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金丁。本期我们接着讲《一拳超人》原作版的故事。上集说到，闪光的 Flash 不知死活的挑战奇遇，要不是被怪人情报给打断，恐怕已经被揍傻了。紧接着，失踪已久的音速索尼克也突然冒了出来，虽然结果还是被奇遇干废，但却让一旁同出自忍者村的 Flash 想起了曾经的过往，那曾诞生了无数忍界高手的神秘村落，后又在一夜之间覆灭，在那里究竟曾发生过什么事呢？废话不多说，赶紧进入我们的解说时刻。神秘莫测的忍者之村，实际是一个收拢7岁以下孩童，花费超过10年的时间培养成暗杀者，然后向地下组织发货的工厂。Flash 在5岁时就被父母卖进村里，完成了所有训练，得到毕业证后，但他仍然无法逃离那里，并且每一次逃脱都会被抓回来，受到非人的折磨，留下的伤痕残存至今。那里面的生活和外界完全失去联系，每72小时为一天，一天只有6小时的睡眠时间，吃的伙食仅供生存，无时无刻都在学习杀人的技术，甚至连喜怒哀乐都不被允许表露，那里足以被称为人间地狱。别老是怕痛，眼泪那种东西只会阻碍你的视线，给我学会克制，明白了吗？是。你们第44期生，别把彼此当作是同伴，就当作是练习对象就行了。毕业以后指不定会成为互相厮杀的关系，要知道一旦露出破绽，就会被对方刺穿。行了，1班休息去社群营养，2班去听讲座，3、4班用武器对练。至于5班，还留存着内心的天真，给我去沼泽地里接受体术指导，所有教官轮流交替指导。在那里，分数高低决定编组，能力越差就会受到越变态的训练。那些人丧绝人性，就算是想自杀，也会被其用特制药物维持生命，可谓是想死都难。所以 Flash 习惯装作是吊车尾，待在最差的分组里，使得自己能接受更严峻的训练。一直以来，他都是沉默寡言，默默地提升自己。可直到有一天，一位和他同样长期被分配到第5组的成员进行了搭话，表示可以陪他练习刀法。此人便是少年时期的音速索尼克。明明没有任何好处，却也会给他建议的索尼克，渐渐成为了他唯一能说话的对象。因为体格相近，两人也成为了互相切磋的练习对手。索尼克的出现，让他早已被日复一日的训练磨灭的情感渐渐恢复了。对他来说，还是挺感谢索尼克的。他们第5班的训练较其他班来说要更复杂一些，例如在满是基因变异怪兽的森林里生存720个小时，可他俩在第1天就合力将怪兽全干掉了，剩下的时间就用来钻研招式，到了夜晚便生火闲聊。原来索尼克和 Flash 不同， Flash 是因为来这里之前的记忆在支撑他，而索尼克从出生起便被带到这里培养。在教官眼里，他是个失败品，只因为他不像其他人一样被那些家伙所支配，反倒是他渐渐萌生了成为忍者村最高领袖的梦想。到那时候，他会将这个狗屎一样的地方破坏掉，让那些和他们一样的孩子们不再为杀戮而活，而是真正的获得自由。那一天，他向 Flash 提出了合作请求，因为他能看出来 Flash 和他有着同样的眼神。可世事难料，多年之后，年仅16岁的 Flash 以超强的才能当上了同期第1。在内心的正义感驱使下，他毅然决然地杀光了所有教官和同期生以及一切相关的人员，以一人之力摧毁了整个忍者村，将罪恶扼杀在了摇篮之中。而正巧那一天，索尼克卧病在床，没能看见他的影子。再后来 ，Flash 听闻英雄协会的成立，便加入了其中，成为了职业英雄。而索尼克因为忍者村突然被覆灭，失去了唯一支撑他走下来的梦想后，始终找不到活下来的方法，慢慢的就开始寻找能使用暗杀术的小工作度日。连 Flash 也没料到，过去了这么长时间，竟然又碰到了索尼克。听 Flash 讲完后，杰诺斯才有点明白为什么索尼克对 Flash 会有仇视心理，但他不明白的是，为什么 Flash 杀掉了所有人，唯独放过了索尼克呢？ Flash 沉默片刻才说道，那一天其实他有将毒药放在菜里，打算让索尼克安详的离去，但可能因为索尼克常年在严苛的环境下，令身体有了耐性，最终挺了过来。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奇遇也终于插上了一句，说到菜，我好像记得冰箱里还有剩的西兰花。刚才很严肃的话题瞬间就垮掉了，而就在他们闲聊间，索尼克一边又出现了状况。虽然眼前的走廊里一片寂静，但索尼克已经察觉到有人来了。果然，下一秒就传来脚步声，几名杀马特帅家伙冒了出来，张口便是初次见面，终结的44期，音速索尼克。原来这些人都是从忍村出来的杀手。黄金的37期，恐怖的21期，余裕的9期，特选的35期，无情的42期，染血的36期，觉醒的22期，开花的13期，势头的19期，铁板的15期，综合性的27期，可能性的5期，安迪的16期，刚的40期。这些个人全都是他终结的44期之前的杀手前辈们。索尼克之前吐槽一句，没想到禁止私交的村子居然还有这种校友会的吗？原来这帮由忍村历代杰出毕业生组成的精英暗杀组织，名为忍天党。自忍村毁灭后，他们为了某个计划暗中集结，等待着那天的到来。而如今时机终于成熟，能够彻底颠覆世界的那位大人苏醒了。索尼克突然眉头一皱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原来忍者村的创始人，同样也被称为史上最强忍者的那位大人，在和最强英雄爆破的激战中失去意识，休眠了整整15年。而如今他苏醒了，在得知一手建立起来的忍村被 Flash 摧毁后，首要任务便是杀掉闪光的 Flash， 再然后把已经老了的爆破公开处刑。做完这一切后，那整个地球上就没有他们的对手了。届时，他们忍天党将登上这面舞台，征服全世界。
而音速索尼克当然也在他们的召集名单之中，并且和勒令索尼克明晚将 Flash 引诱到这里来，将这反叛者就地处置掉。第二天，僻静的小树林里，受到决斗术的 Flash 如约而来，和着曾经的伙伴做一个了断。Flash 毫不留情地表示：“你好不容易捡回来的小命可能会彻底丢在这里哦。”而索尼克根本没和他废话，身影一动就冲了过去。老师，你这是要去哪里？突然想起来一件事，到索尼克住的地方去一趟。此刻，奇遇一边将院子里的波奇交给杰诺斯看完后，就准备去找索尼克，因为曾收到过好多他寄来的决斗书，看这上面的住址，应该就能找到索尼克。那老师为什么要去呢？那个叫 Flash 的家伙，我不小心折断了他的刀，他老是跟我提这事儿就很烦，所以我就想作为补偿，要不就去把索尼克的刀拿来抵给他，这样我们的账就能一笔勾销了。吉伦斯还想着要不他去替老师抢过来，但却遭到了其余的拒绝，毕竟那样强抢的话不太好，反倒是只要他过去，索尼克肯定会拿刀来砍他，这样他就能名正言顺地把他揍飞，再然后没收那把危险的刀了。这招以正当防卫为由反客为主的妙招实在是妙，吉伦斯表示他又学到了。总之不管如何，奇遇也要借这次机会和那两家伙断绝恩怨，虽然也谈不上有多大的恩怨，但他压根没想到的是，他要找的两人正在小树林里打得不可开交呢。只见索尼克化为数道残影，将 Flash 围在中央，接着趁其不备从身后偷袭过去，但脚步落下的瞬间 ，Flash 的身影瞬间消失，下一秒就从天而降，打在索尼克脑袋上。索尼克以反应迅速接住了这一击，再然后又挡下了 Flash 的连环踢腿，借此拉开距离后，掏出了成名暗器爆裂手里剑，全数抛飞到空中，再然后以超快的速度全部打飞。而对面的 Flash 还悠闲地转着手里剑，下一个就瞅见无数的光点飞向了自己，他镇定自若地挡下了神前袭来的手里剑，但不知何时有一柄绕到了身后，可就在被手里剑击中的前一秒 ，Flash 的身影再度消失，再出现时已经到了索尼克身后。然而身影清晰后，赫然是一副震惊的神情。他没想到索尼克早已料到他出现的位置和时机，一肘子就抡在他腹部。索尼克得意地表示：“别以为他还像从前那样，是你输了。”闪光的 Flash 话音刚落，索尼克的双人重连拳已经落在了 Flash 身上，这是索尼克的招牌绝技二引藏。Flash 被击退了数米，用以抵挡的手臂都出现了伤痕，这样看上去是 Flash 落了下风，但索尼克很清楚，能以这样的姿势轻松接下他的重连拳 ，Flash 的实力可见一斑。正想着呢，突然就觉着眼前一黑，瞬间被淹没在 Flash 的闪光脚下。没想到竟然会对你使出绝招，索尼克，你变强了呀！若是现在的你，已经有资格和我……话音未落 ，Flash 原本的地方瞬间插满了刀剑，任天堂的人出现了。喂，这是搞什么呀？你们都是谁呀？原来索尼克带 Flash 前来的地点和时间并没有按照他们的命令来，能找到这里可花了他们不少时间呢。总之，接下来就是对反叛者 Flash 的就地处刑了。可话音刚落，就有人挨揍了。出手之人并不是 Flash， 而是索尼克。索尼克表示，与其将 Flash 交给他们，不如他自个儿解决。在这种即将分出胜负的时候，突然出来搅局，实在是令人不爽。听了这话，任天堂的人已经把索尼克也列为了处刑对象，而 Flash 则关心着索尼克竟然接下了他的闪光脚。既然已经到这种局面了，索尼克也不藏着掖着，身影开始幻化，顷刻间竟一分为十。此刻的十隐藏才是他真正的压箱底绝招。Flash 也很意外，索尼克这家伙竟然还有底牌，但就算是要决斗，也先得把这群烦人的家伙们给解决了再说。而就在小树林里乱作一团的时候，奇遇一边已经来到了索尼克的住处，等待着他的将会是留在这里静待部下归来的史上最强忍者那位大人。而索尼克和 Flash 又能否敌得住这些忍界前辈们呢？好了，到这里就是原作版第14篇的全部内容了。喜欢本期视频，别忘了关注和订阅哦。那么我是青，我们下期再见。